喀什4天完成核酸检测500万人，武汉10天完成核酸检测1000万人，青岛更是在5天内就完成了1000万人的核酸检测。但是你知道啊，我们是用什么手段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新冠病毒检测呢？是人多力量大，还是团结一心？其实都不是啊，而是一个曾经被大家质疑，如今被我国攻克的技术——混检。大家好，我是熊猫，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混检实际上全名叫分组检测，目的是为了减少抽样次数，从而减少工作量和成本。而应用在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就是将多个采集咽拭子进行混合采集或者混合检测。正是在这种方法的驱动下，我们见证了青岛5天检测上千万的壮举。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混采检测其实是由国外传进来的，而且最开始是受到质疑的。但是在我国技术专家的努力下，最终将其发扬光大。那么混采检测到底有什么优势呢？本猫今天就将视频分为3个部分：混采检测的优势、混检如何被攻克、为何只有中国能完成，3个部分给大家科普。看完大家就会明白我国医护人员为何如此伟大。温馨提示：本期视频依旧硬核，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3连哦。混检是为了提高效率，快速找出感染者，它的应用原理是分组检测。那么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呢？本猫为大家做了一组动画，方便理解。假设27个人中有1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需要我们找出来。那么按照传统的方法是一个个找，也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检测上1遍，总共需要检测27次，对吧？但用分组检测却减少了1半以上，只要12次。具体方法是将这些人采集到的咽拭子分为3组，每组9个人进行核酸检测。如果哪一组的核酸检测呈阳性，那么这名感染者就在哪一组。所以第一轮检测只需要3次，我们就可以缩小范围。确认在哪组后再将这组的9个人全部检测1遍，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感染者。而这一轮我们检测了9次，所以2轮总共也就12次，比传统的27次减少了1半以上，相对来说效率就提升了。我国的大规模检测基本上都采取这种多合一的模式。事实上如果每组的数据越多，效率值的增加也就越大。它的期望模型大概是这样的： K 代表每一组的人数， P 代表给定条件。说实话确实比较复杂，所以本猫特地找了现实资料进行佐证。6月份北京发生疫情感染，当时北京日检测能力是20多万，使用5合1的检测模式后，在没有增加任何人力和物力的情况下，日检测能力达到200多万，效率提高了整整10倍。这也是为什么青岛有能力在5天内完成上千万人病毒检测的原因效率的提高也相应的减少了检测费用。英国自然杂志22日发表一项传染性疾病的相关研究，里面就曾指出该算法有望使早期识别感染者的费用比单独检测便宜20倍。事实上，除了效率和检测成本，混检模式还可以以最快的速度锁定感染者的范围，及时隔离，减少病毒传播途径。10月份，青岛市爆发疫情时，青岛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华强就表示在青岛全员检测中，就是将10个人的样本混在一起检测。如果样本呈阳性，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这10个人，立即进行单独隔离，并对这10个人分别进行单采单检，从而确定阳性样本的携带者。这就是混检的优势。事实上，这种混检效率还不是最高的。科学家为了加速检测，还发明了几种更加高效的方法。第2种是不重叠分组，和第1种方法类似本猫还是以27个人为例子。第1轮也是将样品分为3组，检测3次，确定哪个组的样品是有感染者的，将感染者的范围缩小至9个人。第2轮将样品呈阳性的这9人再分成3组进行检测，确认哪组是被感染的。第2次缩小范围至3人，第3次就将这3人单独检测，最终找到感染者。整个过程只要3轮，每轮3次，总共9次就可以检测出来。第3种方法是排列分组，第1轮依旧将27人分为3组，找出感染者的那一组。第2轮将有感染者的9人组进行排列编号，然后每一行检测1次，每一列再检测1次，总共6次。那要怎么找出感染者呢？答案是只需要找出感染组重合的那个人就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感染者必然在3行中的一行，也必然在3列中的某一列。比如第1行和第1列同时是阳性的，那么编号1就是感染者。比如第1行和第2列同时是阳性的，那么编号2就是感染者。还有第3行和第3列同时是阳性的，那么编号9就是感染者。总之就是利用数学规律来找出感染者。怎么样？科学家的智慧是不是很高所以本猫一直说抗疫不仅仅是靠人多力量大或者团结一心，科学的力量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然而你以为这样就是科学力量的体现，那你就太小看科学家的智慧了。印度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用科克曼三元系发明了一种检测一次就可以完成所有检测的方法。它是将9个人编号后分成6组来进行检测，在这6组里每组3个人，而且要确保每一个编号都被分配在2组里。比如1号同时被分配在第1组和第2组，2号是第3组和第4组，而4号则是第1组和第3组，以此类推，每一个编号都有且只在2个组里。这样如果是有感染者，那将有2组的样品将同时呈现阳性。比如编号2是感染者，第3组和第4组的样品检测时将同时呈现阳性；编号7是感染者，则是第1组和第4组同时呈现阳性。这样仅用1轮检测就可以找出感染者。可以说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不管是病毒识别、病毒检测还是病毒治理，无数的科学原理都被应用到了抗疫中。这也是本王一直强调知识就是财富的原因。看到这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既然还有更高效的，那为何我国选择简单的多合一呢？这边就要讲到混检是如何被攻克的。早在2月份时，国家卫健委就鼓励各地采取10人样本合成1个样本进行送检，但是后来由于标本中的新冠病毒会被稀释，呈现弱阳性，不容易被检测到，加上采集管的规格、材质、病毒保存液成分、含量等等问题，并未能大规模推广。5月份武汉大规模检测时，采用混检模式在网上出现了比较大的质疑声，为什么多人采样放在同一个瓶子里？大家普遍担心混检会影响样品的敏感性。为此国家卫健委回应，混检根据途径主要分为2种，一种是在采集环节上，采集的咽拭子集中混合在同一个取样瓶中，叫混采；还有一种是在检测环节，检测的时候混合检测，叫做样本混合。武汉当时采用的就是混采，并不会影响当时核酸检测的敏感性。而第2种对检测敏感性有一定的影响，但也被我国医护人员事先就获知，并攻克了很多技术难点。而这个技术难点的攻克的背后，是医学专家们努力付出的结果。7月份，大连发生疫情，整座城市将近700万人口都需要全面筛查，而如何快速且准确的检测任务，就落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勇教授的肩上。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检测出标本中的弱阳性新冠病毒，以及指定一个标准检测技术要点。为此刘勇教授在7月24日确定了研发计划，之后2天2夜与生产厂家进行沟通，准备新的采集管和相关的参数，再用2天的时间进行300多个试验标本的性能验证之后，又经过5家医院再次验证25个标本，结果100%正确，证明10合1混检完全可行。试验期间，刘勇教授一直奔赴在一线。8月初，刘勇教授再次奔赴高风险区，带队采集标本，亲力亲为，直至累倒在现场。而这一年，他已经60多岁了。用他的话说我今年60岁了，这是职业生涯最后一战，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感到无比自豪。此时此刻，本猫只能说世间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让我们在评论区把谢谢送给他。8月8日，经过刘勇教授的团队努力，新冠病毒核酸10合1混采检测技术的各项参数验证成功，并于当月1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相关的技术规范，规范中详细说明了采集和送检等各个技术要点。至此我国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大规模检测技术，而核酸检测能力也迎来了爆发期。8月份，大连完成448.8万份核酸检测，筛选阳性患者107例。10月16日，青岛仅用5天时间完成了上千万人的核酸检测。10月27日，喀什地区仅用4天完成了474.65万人的核酸检测。中国的检测效率在世界引起轰动。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看，为何我们不推广比较复杂，但是可能更加高效的检测模型呢？因为每一个模型都有其局限性，好的不一定适合推广。比如采用第4种模型，只要混检越多，需要计算的量就越大，不适合人工计算，那也就增加了风险。有了风险，在没有解决之前就没办法全国推广。实际上，推广一种检测方法是极为慎重的。为此国家还出了众多的技术说明。比如7月27日，国家卫健委明确规定，医院就诊的患者不适合混检等等。所以我们选择了兼顾效率与准确的方法，也就不难理解了。有些人可能还有疑问呢，既然是国外研究的方法，那他们为什么不用这种检测方法呢？这就要说到第3个部分，为什么只有中国可以做到？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并不是我们团结，检测方法和团结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要实事求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混检的目的是为了快速筛选感染者，但是前提是感染人数必须足够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感染人数过多，那么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第一轮出现感染的组别就越多了。一旦第一轮出现的组别越多，第二轮需要重新检测的组别也就越多。如果每一组都有感染者，那就意味着每一组都需要重新检测，这就相当于回到原来的一个个检测了，反而影响效率。美国的研究人员也曾做过相似的研究，在洛杉矶，感染人数接近9%的地区，分组检测只能减少50%的成本和时间。而在人口只有0.1%被感染的蒙大拿州，竟然可以减少近90%的检测成本。这个结论和我国是一样的。7月22日，医管局发布公告，新冠病毒核酸筛查稀释混样检测技术指引里面明确表示，在人群总体阳性率较低时更为适宜。所以我国之所以能推行大规模混检的前提，就是我们采取预防为主，在疫情初期就大规模检测的成果。所以我才说是中国将混检发扬光大。这句话大家觉得熊猫说的对吗？来，让我们把中国牛逼打在弹幕上。本猫相信看到这边以前对我国大规模检测不太理解的小伙伴，此时应该是感到自豪的。好了，看到这儿了，点个赞加评论加收藏3连一下呗。我是熊猫，一位硬核的科普作者，记得常来看看哦。